炸小酥肉到底是加面粉还是加淀粉，加蛋黄还是加蛋清？为什么面糊中还要加植物油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叔阿斗，今天给大家分享小酥肉以及脆皮糊的做法。首先我们看一下国家职业培训教材的标准答案吧。面粉30%，淀粉20%，水35%，鸡蛋清8%，精炼油6%，发酵粉1%，这是一个标准答案。不过我们炸小酥肉用不着加发酵粉，加发酵粉炸出的脆皮过于蓬松，显得小酥肉比较大，现在很少人这么做了。我们还是先制作葱姜水，准备一小节大葱，斜刀切成片，也可以用小葱代替，全部切好后放入一个碗中备用。准备一些生姜，一只手按住它，另外一只手用刀头的部分沿着边缘慢慢的拍，把它们拍成姜蓉。接着把拍好的姜蓉和大葱放在一起，朝碗中加入小半碗清水，然后用手用力的抓捏一会儿，尽量挤出它们的汁水。接下来我们浸泡10分钟，等待的时间我们切一些肉条，准备2块猪里脊肉，大约400克，先把它们改刀切成片，厚度和筷子差不多，再把它们改刀切成条，也切成大约筷子的粗细。因为肉的大小不是很均匀，有少量大小不一也不要紧，尽量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全部切完后，把里脊肉条放入大盘中备用。做完这些事情，我们的葱姜水也泡好了，用漏勺过滤一下，再把泡过的葱姜用力的挤捏一下，尽量挤出多余的汁水，拿掉漏勺就得到了葱姜水。下一步开始腌肉，朝盘中加入盐5克，加入胡椒粉2克，再加入2克五香粉或者13香，不喜欢的朋友可以不加。先用手把这些调味品抓拌均匀，特别是把盐抓均匀，因为盐的加入，猪肉就会渗出少量的水，里面包括蛋白质，不停的抓捏会让蛋白质与水融合，从而产生粘性，增加吸水效果，抓到肉丝明显发黏。我们再把葱姜水少量多次的加进去，每加一次就用力的抓，让肉条把葱姜水完全吸收进去。葱姜水的姜汁含有生姜蛋白酶，可以分解嫩化所有的肉类，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加鸡蛋清来嫩化里脊肉了。重复这个操作，直到明显感觉到肉条的吸水性变得很差，就停止加水，然后放在一旁腌制至少30分钟的时间。等待的时间，我们制作一个现磨的花椒粉，准备干花椒15克，放入个大碗中，朝碗中加入清水。我们快速的把它们抓洗一下，洗去浮尘即可，不需要久泡。清洗干净后倒出来沥去多余的水分，然后顺便把一些明显的花椒的汁给剪出来。买的花椒等级越高，花椒的汁就会越少，不用等它们全部沥干。我们把花椒倒入一个无水无油干净的锅中，直接用小火把它们炒干。炒干后继续把它们炒香炒脆，一边炒一边把残余的黑色的花椒籽给挑出来，一直炒到花椒全部失去了鲜红的颜色。抓起一颗，用手指轻轻一捻，如果发现可以轻松碾碎，就说明炒好了。把它们倒出来，放入破壁机里面打成花椒粉，没有破壁机就放入保鲜膜，用擀面杖把它们碾碎，然后倒出来就是现磨的花椒粉，特别的香。下一步就可以制作脆皮糊了。我们先取鸡蛋清，准备2个碗和2个鸡蛋，拿起一个鸡蛋把它敲破，然后放在碗中，把鸡蛋掰开。掰开时蛋清会流入碗中，把鸡蛋分为2半后，先把半个纯鸡蛋清倒入碗中，全部倒完后，再把另外半边的蛋黄倒入空的鸡蛋壳中，然后把剩下的鸡蛋清全部倒入碗中，接着把蛋黄倒入另外一个碗中，这样鸡蛋清和蛋黄就轻松分离了。用同样的方法把另外一个鸡蛋也蛋清和蛋黄分离。那么脆皮糊为什么不用蛋黄呢？蛋黄的成分很复杂，一般用于软炸菜，加蛋黄炸出来肯定没有加蛋清炸的酥，而且放冷之后脆皮也会回软。蛋清是纯蛋白，炸出来放很久都是脆的。最终我们得到了大约20多克的鸡蛋清。再准备一个碗，碗中加入面粉120克，另外一个碗准备玉米淀粉80克，最后准备食用油20克。下一步准备一个大盘，倒入全部的面粉，再倒入全部的玉米淀粉。接着做一个错误示范，把鸡蛋清倒进来，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入清水，把它搅拌均匀。正确的做法是先加水，把玉米淀粉和面粉先搅拌化开，然后再加鸡蛋清。像我这样先加鸡蛋清的话，搅拌的过程中鸡蛋清很容易包裹住面粉和淀粉，从而容易形成大一点的颗粒团。那么怎么处理呢？就需要用手把这些小疙瘩碾碎，也就是比较麻烦，会增加处理的时间。像这样
一次做比较少，影响还不是特别大，花点时间还可以把颗粒全部碾碎。如果制作脆皮糊量比较大的话，是根本没有办法处理干净的，量变从而质变，一旦有颗粒，那个地方炸出来就会特别硬，从而大大的影响小酥肉的口感。我们看一下书中的教程，也说明了这一点。所以说处理细节很重要。炸小酥肉的糊是比较浓稠的，它要完全包裹住肉条，还要略厚一点，所以加水的时候一定要慢慢的加。最后我们倒入全部的食用油，再用手把油抓匀。油的加入是脆皮糊酥脆的奥秘。接下来我们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现磨的花椒面，然后抓拌均匀就可以了。下一步我们把切好的肉条全部倒进去，您会发现脆皮糊没有加盐，因为加盐之后盐有吸水性，炸出的小酥肉放冷了会回软。正如我前面说的一样，如果一顿吃完那就无所谓了。准备一口干净的锅，加入多一点的植物油，我们要把油温升到165度左右。第一次炸油温不要太高，那么怎么判断油温呢？我们拿一根筷子插入油里面，要用木筷子或者竹筷子，当筷子周围出现了很多剧烈的小泡，就说明油温差不多了。油温到了之后，我们先调成最小火，这样可以保证炸出的小酥肉成熟度大体上可以保持一致，不至于第一个下锅的小酥肉和最后一个成熟度差别很大。放小酥肉的时候，每一根小酥肉放的位置尽量错开一下，这样可以防止它们发生粘连。为了炸的效果更好，一次不要炸太多，我们可以分2次炸完。全部下锅之后，我们立刻调成最大火，就这样炸5到8分钟。具体的时间还是要看成熟度。如果发现小酥肉有少量粘连也不要紧，不要现在把它们分开，这时强行分离的话容易把糊弄掉。耐心一点，把表皮炸酥之后，轻轻一碰就会分开。只要它们全部都浮起来了，就说明熟了。但是还不够，我们还要看颜色。小酥肉一定要酥，还要把酥皮炸好，要炸成金黄色。先下锅的小酥肉会提前炸好，它的表面颜色最深，我们可以优先把它夹出来。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夹，然后放入有肉中沥油，全部夹完后，我们用漏勺把油中的残渣捞一下，一定要尽量的把残渣捞干净，否则它们炸久了会变黑，不仅不健康，还会有糊味。完全捞干净后就可以炸下一锅了。用同样的方法把油温升到165度。第二锅因为油中含水，会有很多气泡，炸的时间会比上一锅略微多个10几秒。等油温到了之后，我们还是依次下入全部的小酥肉，全部下锅后再炸5到8分钟，把它们炸得飘起来，还要把它们炸熟炸变色。全部炸好后就捞出来沥油，这就是炸完之后的样子。已经熟了可以吃，但是表面还不够酥脆，颜色也不够漂亮，还是用漏勺把锅中的残渣捞一遍，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全部捞干净，因为这一次的油温会更高。然后开大火把油温升到185度。当我们插入筷子，筷子周围会出现更加剧烈的气泡，同时拿筷子的手大约距油面10厘米，也能感觉到比较烫手。没有办法坚持下去的时候，就说明油温到了。我们把所有的小酥肉一次性倒进去，锅中立刻就会沸腾起来，大约炸30到40秒。一旦全部变色，就立刻把它们全部倒出来，放在肉盘中沥油备用，只要不烫就可以吃了。这样炸出的小酥肉非常的脆，外酥里嫩，特别好吃。我是大厨阿斗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